2023年3月14日，美国一架 MQ-9无人机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2架苏27战斗机拦截，他们轮流从无人机后方接近，并打开放油开关，喷洒燃油。此时无人机看起来工作正常，但在最后一段画面中，只见苏27又拖着油雾接近，在拉起机头掠过上方时，信号突然中断。过了一段时间，画面又恢复了。只见 MQ-9的螺旋桨有一个叶片弯曲并折断，而另一个叶片则发生了扭转形变，成了顺桨。对此，美方指责俄国战斗机从无人机下方飞过，用垂直尾翼撞击其螺旋桨，导致桨叶损坏失控坠海。而俄国矢口否认，声明战机在拦截中未动用任何武器，也未发生任何碰撞。看来要搞清楚事件的真相，我们只能根据无人机的画面来做场景还原，也许能发现蛛丝马迹。3月14日，黑海波澜壮阔，晴空万里。一架 MQ-9无人机正在克里米亚外海上空进行侦察飞行。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无人机控制中心有2名飞行员正在操作这架无人机，其中1人负责监控飞行状态，时不时的会推动操纵杆进行修正，而另1人则无聊地转动着飞机头部的侦察吊舱，从屏幕里欣赏黑海景色。突然2架苏27出现在无人机后方，于是操作员控制无人机右转进行躲避，但其中的长机脱离了编队，跟着无人机右转并不断靠近。还没等操作员回过神来，只见战斗机打开放油开关，拖着2条油雾扑面而来，眼看就要撞上。战机突然抬头露出机腹，以很大的迎角急速拉起，从无人机头顶一掠而过，这让操作员大惊失色，于是赶紧转动摄像头观察机翼、尾翼和螺旋桨，发现一切正常。随后僚机也如法炮制，在右转弯中不断靠近并打开放油开关。战机掠过时，视频信号受到油雾严重干扰，等信号恢复，操作员才发现发动机已经停车，破损的桨叶正被风推动慢悠悠的旋转。因此从美方给出的视频证据看，战斗机并没有从无人机下方穿过，但螺旋桨又是怎么损坏的呢？有人说是飞行员技术高超，上演了8轮之海手术刀的升级版，用机翼的一尖从无人机上方接触螺旋桨，将其打坏。但此时无人机和战斗机都在右转，视频显示战斗机的右坡度更大一些。当它从无人机的右侧上方掠过时，抬高的左翼并不能绕过 V 型尾翼而接触到螺旋桨，所以俄国人没有说谎，只要苏27从上方经过，就不可能只打坏更短的螺旋桨而不撞掉更长的尾翼。也有人说是放出的燃油把螺旋桨砸弯，但机身油箱的燃油是利用放油泵建立的压力从放油喷嘴活门喷出来的。油液虽然相对飞机向后运动，但喷嘴的喷射速率远不及飞机的飞行速率。从地面看，油液还是和飞机同向运动，只是前进速度更慢而已。因此，比战斗机更慢的无人机，其实和喷射的油液移动速度大致相当。液滴并没有打断螺旋桨的动能，同时只要飞机油箱里的燃油不冻结，则喷出的燃油也不会冻成冰坨而砸断螺旋桨。另外，燃油喷射出来会被从机头而来的气流打散成小液滴，飘到无人机螺旋桨上的只有油雾，不可能让叶片有任何变形。就算有一池子水从上方落下，将叶片完全浸泡，此时叶片排气一面会在水中承受更大的阻力，只能向旋转的反方向弯曲形变。但视频里的叶片明显是吸气一面受到了冲击力，向顺桨方向发生扭转变形，对面的叶片也是在吸气面的冲击作用下向旋转方向弯曲并折断。可见螺旋桨并不是被油雾打断的，即使流量和流速都比放油喷嘴大得多的空中加油软管，在断裂时都不可能把强度更低的飞机蒙皮击穿。但桨叶确实向旋转方向弯曲并断裂，这又是为什么呢？仔细观察原视频发现，螺旋桨叶间有黄色条纹，但是叶片损坏后，条纹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此时已经有人想到，原来是航空煤油的油雾从上方落下时，正好被吸进了机身背部的发动机进气口，而 MQ-9的涡轴发动机是屁股朝前安装的，它的发动机进气道朝着机尾。吸入油雾后，燃烧室的混合气过浓，无法完全燃烧，于是一部分混合气被排放到高温的尾喷管，并和发动机的冷却气流掺混，于是在尾喷管中爆炸。向后射出的破片将一个正好经过排气口的桨叶打断，并造成该叶片顺着旋转方向弯曲。爆炸完后，下一个叶片毫发无损地溜了过去，但第2次爆炸又接踵而至。可是这次爆炸由于尾喷管破损致威力大减，只是推动第3个叶片的薄弱后缘向顺桨方向扭转形变，因此视频里最后出现的破损螺旋桨是在被风推着空转，
而桨尖的黄色条纹则在尾喷管爆炸中被熏成了一体的黑色。